来大阪第2高分的烧肉看一下水平如何。今天吃这家第2的到这个郊区，世界上技术最高的炸猪排，没有之一。这样看着挺像偷吃的，尝一尝。往上面继续又追加一份。今天这店居然还有上海分店。大阪第1，全日本第3，米其林2星的天妇罗。先说结论，我目前大阪最推荐的怀石料理性价比高，没有一道菜踩雷。今天来吃下上次觉得不错的拉面，买了这4样，他说这个是特色。这动作太轻，他说这个鸭肉好吃。我靠，这是烤啥那么屌？这些全是生的，反而生的更好吃。时隔1年再次验证，超豪华版啊！通天阁也。来吃吃看大阪第4拉面水平咋样？烧肉，这是粗面啊，那么大，有2郎的大。先去吃，相当不错，这样，一样的我们。ごめんなさい、サーロインと貝並です。加的牛舌，这加的分牛小排，性价比高。不给去了，都不知道晚上回不回得去，有没有公交车了。哎，感觉这路吓不吓人？到了吧，就这个吧，应该是旁边这个烧肉屋这个。这个应该是这个吧？这肉都是烤肉。这菜单又难做，宫崎牛佐治牛，点了杯可乐，应该是必须点配水了。环境不错，挺干净。小菜，山药还，哇，这山药太顶级了，超脆。超级清爽，超级滑嫩，好吃，吃的都不像山药。吃一个黄瓜，腌菜鱼块。其他这几个小菜就比较新鲜，比较脆，正常，属于正常韩国口味。宫崎牛，看这个烤架极致干净，特别干净。これソース。牛百叶，尝一尝，先尝个不带酱的。这不是蘸麻酱北京的吃法吗？一点盐味都没有。很香。牛肚本身有一个芝麻油的底味，如果不蘸汁的话，完全没盐味，还是得蘸汁吃。这个酱是酸甜味的，萝卜。这是洋葱还是萝卜？你看有洋葱吧？吃着又像萝卜又像洋葱。洋葱萝卜混合的小菜。老北京爆肚是吧？但是它这个更多汁，而且更清爽，还没有骚味，好吃它这个，相当不错。牛舌一半。これわさびも。はい。这牛舌品相看着一般，饭500一碗，还好，也不是很大。它这牛舌其实不算特别厚的那种，它这个牛舌不算厚，尝一尝。一口，牛舌很香醇，挺嫩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不错，很好吃，多汁是吧？这牛舌味道还可以，但没有东京的那个劲，不错，反正。哎。呷哺呷哺，类似野原烧这种东西吧。茶帮烤有点像。嗨。有点像野原烧那样。就5成熟啊，你就尝尝，你就按5成熟。
大概就是烧野原烧，但可能没那个顶。它这个比较厚。哎呀，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尝一下它这个肉咋样？要裹满蛋液。一口直接吃了。它这个入口即化爆汁，它是超受不腻，就是有个缺点，就是肉有点冰，还没全部烤热，但是也很顶，没有怪味，纯香味，太香了。但是跟东京那个比还是有差距，东京那个比这个更屌口感。你说这红薯超甜啊，这个菜都不像红薯，但我吃的这红薯感觉没中国的甜，香倒是香，味道比较自然。你说一下刚才那个肉是啥？腻不腻？不腻，有点香味儿，吃的有点香味儿。像不像吃肥肉？不太香，行，不太香。尝尝香菇很香，多吃。不错，比这兄弟的可能更好吃，腌制过的。我去查了一下，卡路比是牛小排应该。卡路比不知道是啥，卡路比，但可能有点肥，我怎么感觉？不过它这个可能，它这个级别可能茄子也烤热，感觉要翻面了吧？卡路比是啥？观众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没关系，一条点。我感觉差不多了，我们自己烤出来。每个面都要烤制，差不多。尝一口。顶级的牛小排，完全不肥。太香了，而且不腻。真的就要吃顶的就不腻。这个应该是可能是本格福吧，所以你看它卡路比是吧？吃的真的是香的不得了，而且又嫩，一点都不油是吧？吃的都不像肥肉。为什么当时我以为是横膈膜？因为实在太瘦了，不像牛小排。比筋骨圆也好吧，毕竟高档的排名高的就不是骗人的，还可以这种胶。其实这一块就能看出来是牛小排了。大家如果吃过虎丸烧肉，基本牛小排就这个品相。真的这种吃多了我都知道，就是那种油的和牛就不太行，太香醇了。你们来体验一下，真的，你就不会说和牛油了。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これプリーズドントタッチ。はい。トムタッチ。もう一回。はい。对，他说让他弄，这个是传粉色的哈，品相特别好，下都不一样。这片肉700块也还是值的，比上海那些值。这一面烤好了，这也算个牛排吧。所以烤牛排是要小火烤吗？あと5 minutes。はい、ラスト1 minute。哎，阿里好，看上面都烤焦了。环境挺好，氛围不错。よし。カッティング。哎，我发现它这个肉不是说直接拿过去切，它还醒肉吧，好像在，就是它不是直接切了就拿过来给我们吃的。いい。ミディアムレア。はい。ダイレクトも OK。はい。ワンクッションも OK。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说可以直接吃或者再烤着吃。我先吃一个这种直接吃的。我先吃个直接吃的，看咋样。他是要再烤一会儿，他吃不了太久。
吃的就像在吃奶油一样，而且完全不腻，确实好吃，就是温的。我感觉我是不用再烤，就这样吃，奶奶的，而且不用蘸汁，香的很，没有那种牛膻味。是挺奶。我蘸点这个鸡蛋吃吃，吃块烤的吧，尝一尝。吃个烤的，因为这个都凉掉了。下面这个酱油很拿味，特别鲜。这什么酱油不知道。吃块烤了一会儿的啊，尝一尝。再点。它这个汁基本没啥盐味，很清淡，还是烫的更好吃，但是烫的太瘦了，吃的是吧？吃瘦肉的感觉。对。我发现我不能烤那么久，我差不多把每边都封边，我就可以吃了，热一下就行。我吃这个嘛，热一下就行，不然的话太瘦了，它老是不老，入口即化，但是有一点点肉的鲜味感。还是直接吃这种半生不熟的好，因为它没腥味，都很香。差不多封个边就吃。这家店不错，可以来试试，在大阪。但这个酱也挺好吃的。其实如果不考虑温度的话，直接吃那个生的更好吃，更奶，更不腻，更嫩。就这3碗吃完了，味道不错，而且一点都不腻吧？你腻不腻？我是完全吃着不腻。坐的超级远来吃整猪排饭，我家里人还在酒店睡觉呢。有点远距离。又来这里了。主要观众想看 Tokyo X， 还是中午来吧，晚上怕没有。反正我还想再吃一次那个 Tokyo X， 到底味道咋样？上次吃反正觉得太牛逼了。哎，肯定比东京第一那个好，东京第一那个还没随便找个大食堂好吃。哎呀，我想起来，这个不用排队，是登记。我靠，完了，没了。不是，他这个是登记。其实你们早上8点钟来登记一下，去玩就行了，去附近，根本不用排队，随便找家咖啡店。然后现在也可以直接把我家里人的名字也登记上去，等会儿他过来吃。就近找个咖啡店坐着，喝杯咖啡吧，附近。分也不知道几分。先尝一口不加奶不加糖的，酸酸的还挺香的，也不苦，感觉跟上海那些手冲有点区别。我还是加点这个吧。直接变成这样的样子。我家里人爱喝这种711的东西。吃啥了？沙冰了？这不是饮料，喝不明白。我靠，这 Tokyo X 没有了，这咋的？中国的。排队太严重了。看了一下这几个介绍，只有 Tokyo X 是中国的。上一个晚上是早上就这么多了。甜的白的，其实我都不蘸调料的。3种酱吧，放猪排的。
どちらかお好みでお使いください。你觉得这酱好吃？酸甜的是吗？是和醋蒜汁的。它好吃的点的核心区别跟第一的比，就是处理肉的腥骚味和激发肉的香味是有核心的区别的。而且它的猪排的口感可以做到每一种肉最佳的口感，相对来说在猪排里不算腻了。オリーブオイル使うときはオリーブオイルつけて塩つけてどうぞ。我的第一个选择是超级黄金猪，有点像 Tokyo X，ご飯失礼。它这样看着挺像 Tokyo X，尝一尝，看一下，1年没来，味道咋样？没有味道吗？这个扇贝，尝一尝这勾的，还可以，油脂感丰富，口感就正常，然后没有猪骚味，跟 Tokyo X 比就吃不出那种脆的口感。还可以吧，有点油，反正。Tokyo X 感觉上次是运气好才吃的，这还可以。你觉得味道咋样？好喝，你都能吃猪肉，有弹性。反正挺香的，就是这比东京鸡的成道好太多了，那个有股猪骚味。难得，你还要吃2块。尝一尝这个扇贝咋样？扇贝中间可能是个7成熟、8成熟。哇，这扇贝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嫩的。这扇贝觉得好，吃过长管虾。虾挺脆的，没有这个扇贝好吃。你不怕扇贝？来都来了，追加一个。这个猪就是油香比较重，有点肥，香是香，比那陈档好吃，一点猪骚味都没有，但是太油了。只要 Tokyo X 那个就不油。反正它是猪肉，我都不蘸这样吃，我觉得就这样吃挺好吃的。这种菜是真的是没办法超越在日本。猪香味和口感都非常不错。你觉得咋样？不错，这个排特别好吃。你们来别像旁边那桌点超级多，太贪心了，吃不完都打包。但是这样吃也挺酸的，挺好吃的。反正猪排这个品类在这个老师傅这里已经封顶了。反正Golden这个就是有点油吃的。哇，这太肥了。它这个酱好吃，我尝一尝。哦，这酱是店里做的，不是那种买的，带点芥末，可能法餐的酱加了点日本的芥末粉，然后它还可以，跟普通味噌汤不太一样。这忘记炒了，这个我觉得去年吃一般吧。这还有虾黄，但我觉得可能有点腥，吃不了。不行，这个虾黄有点腥，吃不了。摇一摇，上面有油。
行，这个黑豚猪太肥了，这个不能乱点，这不行，太肥了。尝一口。这个猪有黑胡椒的味道。这不行，这肥的你别吃啊，我是不吃了，不然我怕里面吐。行吧，他说肥的好吃。是有一种香味儿，胡椒的香味。还可以，但是不能吃那么肥。这个猪肉就没刚刚那个 golden 的好吃，有点柴，但是腥味是没有，骚味没有。这个肉倒是汁水挺多的，就是太柴了，但是香味还可以，也不会吃出那种拉丝感。里面有点黑胡椒的调味，还行吧，但肯定比没那个 golden 好吃。golden 那个就是有点腻的 Tokyo X， 然后口感没那种脆感。这个就是要太肥了，你们不要点这个南豚猪。不过一整块吃确实油香的很。其实还可以，一整口吃的话，瘦肉配的油还挺香的。但是我怕腻，整个吃完以后看，它这蔬菜倒挺多吃的，不像那些干的。只有 Tokyo X 这种顶级猪，在他手里才能发挥出他最牛逼的技术。肥肉扔了不少，下头丢了一点，吃了12000，2个人。来，你评价一下刚刚的猪排。猪排挺香的，然后，它不是那种特别柴的口感，然后松松软软，然后也不会特别肥腻，所以我觉得挺好吃的。然后它真的挺松软的，然后那个菜吧，那个菜就蔬菜特别脆，然后主要是它那个料汁，它也拌的真的挺特别的，就是不是那种随便买的呀那种，反正是自己拌的，挺好吃的。然后味增汤也比别人就是要好喝，不是那种很统一化的那种味增。虾和扇贝呢？然后扇贝是软软的，挺香的，没有什么腥味儿。然后虾的话，外面的脆脆的，然后虾肉还可以，但是没有那么新鲜吧，可能。这猪排非常顶，可惜吃不到 Tokyo X。我吃了两份，还是有一点点腻，不像吃那个 Tokyo X 吃2份完全不腻。现在有一点腻。扇贝顶，你们来点扇贝，一个好像是600日元，也不贵，可以一人点一个。饭还可以，但是不是超级新鲜那种，但至少是脆的，它不是那种面的口感。虾头吃不成，虾头有点腥，那个虾黄你看着好看，肯定是吃不了的正常人，只有拍视频骗人的、玩噱头的会觉得虾黄好。啊，这天妇罗就在道家旁边了，太搞笑了吧？尝一尝。全是日本老田阿姨来吃，就在这旁边，搞笑的很。离得有点远，点了杯姜汁汽水，还可以甜甜的，也不辣。他说要不要辣，我说要辣。给了个汤是不是？鲍鱼姜汤啊，这是还行吧，一般般。这个汤一般吧，没啥特点。这是个啥葱啊？还是？上にはセロリついてます。サンマは綿焼きにし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ちょっとね、しっかり混ぜて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做的什么三妈是啥？尝一尝。尝一尝，先尝葱吧。这是葱还是萝卜？哇，有点酸还是？这样子不会是带鱼吧？太轻了，还没旁边那家道家好吃。不太行。我本来还想查下鲨鱼，踩雷我都不想查了。这个有点踩雷。上から千葉県の落花生を使いまして落花生酢かけてます。落花生を1時間ほどしっかり湯がきまして、でペーストにしてお酢と湯がき汁と一緒に伸ばしたものにかけてます。どうぞ。他说是千叶县的啥？尝一尝。是个菜吗？
配了个味和个芝麻酱，这芝麻酱菜还是脆的。再切哦。其实我都不在意的。卤水，这水。じゃあまず最初車エビの頭です。じゃあ1つ目がそのまま、2つ目お好みでお塩を入れて、这甩油的成分那么重。2つ目お好みでお塩で、シュリペス、ファーストジャスティ、哎，そう。他说第一个直接吃，第二个蘸盐。第一个直接吃，ファーストジャスティ。还可以吧，脆脆的，下面有点肉感，跟那原鸡没吃出来啥区别，回点甜味，也不油腻。感觉高端排名高的天妇罗，这虾头味道都一样的。这是啥？土豆吗？它这个锅的构造比原吉差远了。说实话，非要2选1的话，我宁肯选原吉。好预约点，水平可能就比这个差一点点。シェフ。炸虾，他说是哪来的虾，我也听不懂。蘸盐吃完，他说：“哎，我这样蘸。”虾肉一般，也没什么香味，也不脆弹，里面能吃到点甜，马马虎虎。我真没吃出来什么牛逼的味道，高端天妇罗的炸虾都差不多了。又来一只虾，一模一样的。不过分量还是挺多的，一般就是2个虾同1个虾，这2个虾。为啥我感觉这个虾肉一般啊？土豆是浪费不消，只要中间的部分。ホワイト秋葵蘸着盐吃的。哇，这秋葵，里面籽好大，这是秋葵吧？今年的，没啥味道，黏黏的。秋葵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籽的口感比较明显，而且比较黏，但是不牛逼。ガーフィッシュ、ソートはジャスティ。哎，熟成了3天，这啥鱼啊？鲫鱼吗？但这个尾巴有点像鲫鱼。肉质鲜度一般，但没腥味，还可以。这鱼肉其实从品相上看就不是顶级的，算过得去吧。它这鱼肉算极致没腥味，但是鲜味还是少一点。还没那种欧洲的炸鱼店好吃。自从我吃过鹿特丹的炸鱼店以后，这些天妇罗我不喜欢了。虽然品类复杂，但是味道不牛逼。鱼骨是吧？ガーフィッシュボール、ソートはジャスティ。尝一尝这鱼骨，什么的鱼骨听不懂，脆脆的，就正常鱼骨的味道，没啥特殊的，有点油，我觉得。鱼骨味道有点像国内零食的鱼骨味。这个是土豆吗？还是啥？忘记了。藕，炸藕，女生喜欢吧？这个藕倒是挺甜的，其他口感一般，有点干。お塩でもお好みで。鱿鱼的宝宝，那个还ジャパニーズネームシンカ。很性感。是啥？扇贝还是啥？反正是 baby。鱿鱼还挺嫩的，还可以。
だから豪華ですね、あの時分かる。目前这道鱿鱼倒是比较嫩，跟其他的有点区别。但我觉得他家整体偏油。先ほどのシーンからのゲストです。これそのまま行ってください。どうぞ。ゲソです。そのままです。ゲソ。尝一尝这是啥？鱿鱼的头吗？是不是？还是啥？这个好像是鱿鱼腿吧，挺好吃的，还是章鱼腿。这个章鱼腿挺好吃的，嫩的。感觉没有那么牛，马马虎虎还行。怎么又来个芦笋？刚刚没吃过芦笋。刚刚芦笋，我感觉芦笋都差不多吧，都是小多汁的那种脆的。它的汁水会更多、更浓郁，还可以吧。就是我感觉它有点油，里面还在溜着汁。这个也是芦笋是吧？切小的。アスパラの軸です。じゃあお塩、天つゆ、お好みでどうぞ。芦笋。お熱いので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軸の方が下です。ベリーを。这个可以，这个我可以，这个不一样，你尝。这个芦笋顶，じゃあ、入口就爆炸了。お塩、天つゆ、お好みで。这个鸡肉可以，这个芦笋有点颠覆认知了，跟其他不一样。他家目前吃下来感觉就是，如果预约难度低的话，可以来试试；预约难度高的话，没必要纠结。是用手，很烫的吧？我觉得。どうぞ。どうぞ。じゃあ小柱です。はい、小柱。これね、そのまま海苔巻きにしてどうぞ。海苔巻きに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て、扇贝怎么是这个样子？お使いください。它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中间还有点不舒服。小扇贝还可以，吃多了包着紫菜吃。扇贝，小扇贝第一次吃。这个点要那么难约，我真没想到。茄子，看茄子的，エッグプラント、ソルト。挺多汁的这样看。里面挺嫩的，就没什么味道。山葵是吧？お好みでわさび。ホワイトタイムフィッシュ。ジャパニーズネーム、白甘鯛。鲷鱼吧，尝一尝。尝尝这个鱼，新鲜度一般吧，但没啥腥味。反正我感觉一般，尝一尝这个鱼。这个鱼下半部分还行，但是新鲜度一般，还是多汁的。腥味倒是只有微微一点点。这个是啥？是面吗？素面吗？还是？香芋是面。山药素面，哪里的素？哎，这道菜怎么那么像淮扬菜的那种干丝啊样子？冰镇的，还行吧，就是这个酱汁有一点，就是那种旁边这个调料不是很好的味道。哇，这是啥？那么大一个！普通虾剁成一堆的都是吃那种，就是饭，就盖饭上面这种。上からお塩かけて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鲍鱼吗？那么大的鲍鱼。乗せてあげます。どうぞこのジューシーなのでお気を哇，つけください。给那么多啊！
是鲍鱼吧？香菇吧，会不会？香菇。活肉鲍鱼那么大的，太贵了。香菇。香菇配虾。尝一下虾。虾肉一般吧，比较脆，马马虎虎。香菇也一般，香菇也没吃出啥香味。19个月啥？1年半，啥意思？熟成1年半还是长了1年半？也不懂。お腹の側に合わせて1本が半分サイズを選びいただきます。这是红薯还是土豆？还蛮好吃的。这土豆还是红薯还挺惊艳的，感觉配置不是很豪华今天的。どうぞ。こちら岡山県愛鴨の方ですから、完成までないです。一口白がお願いします。好像鳗鱼饭。他帮我把全部萝卜搞进来了。尝茄子咋样？茄子也还不错，吃的有点水果味。おろしたっぷりのせて。ラストビール。新鳗。ありがとう。おろしたっぷりのせて。主厨亲自。新鳗，尝一尝。新鳗，新鳗品质不错，没腥味，再尝一尝。而且也不肥腻，还不错。新鳗做的去腥还是不错的，原级的好像没这个好。但它还有刺。反正新鳗多及格线了，但不惊艳。这个米饭就没有矿泉水的那种鲜味了，米饭一般吧。这茄子还挺好吃的，有点水果味。尝尝味增汤，这个味增汤倒不咸。泡饭，啥泡饭？啥泡饭？虾仁反正是一般吧，茶有一点微苦，整体味道还行，但不惊艳。吃完了，还可以，一般吧味道。甜点。なし。啊，甜点，看着像普通的饼，应该不是。还不错，比较清爽。是啥？甘蔗还是什么？有一个淡淡的水果味，是梨吗？好像。哦，就是梨，梨，比较清淡、清爽，还可以。外卖，好不好吃？感觉还不错。这个刚才打包的。还挺好吃的，但虾仁有点吃不出来。今天来的这家店是兵库县一个超高分的怀石料理，4.4分，里面一个大厨出来自己开的店吧，刚开2-3年吧，可能。7楼，看这家怀石料理，那个美食日记也拍过这家店。现在等着8点45进去。买酒的话可以选杯子。没有预制菜，连米都是从生米开始煮。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他们家很贴心，直接有中文翻译。焼きナス、舞茸、鶴紫、上からキッカズジュレをかけております。本日も最後までお付き合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秋刀鱼烧茄子5种。
先尝尝。这菠菜还可以，比较脆爽。尝一下秋刀鱼，秋刀鱼有点腥味，但还是香的。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秋刀鱼有的腥味，不讨厌，但不是顶级水准。这秋刀鱼反正水平一般吧，算还可以，因为它这个腥味回的是香。尝一下这五蓉，五蓉就是人工的，不是野生的吧？这五蓉还可以，有点香味也多是，但这跟松茸还是比不了。茄子也可以，带点烟熏味儿，比较清爽冰镇。这鱼其实想了一下还行吧，味道反正还可以，不难吃，但不惊艳。这个厨师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会尝他做的东西。我目前好像吃过的板前料理，没太见过谁尝的。刚刚查了一下，他好像还是米其林1星。我之前看美食周报的时候，他好像是3.76分，现在都3.96分了，进步还挺快的。他这个碗的花纹都是对准的。肝あんにしてます。で上から銀あんかけてます。わさび溶いて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どうぞ。鲍鱼芥末蒸饭，它这个是对齐的这个原料。尝一口，还是带点芥末。这个鲍鱼还行吧，脆的还行的，没有怪味，没有腥味，带一点点芥末的香味，还可以。它这个自己手工的这个芥末，辣味挺重的，辣到我脑子。看一下鲍鱼饭，这就有点像个糯米吧。这汤汁算还行的，我吃的不行。松茸，这饭水平还行，第一口吃有点腥味。后面就是鲜味了，还不错的。反正没菜呢，现在。福井。なんでまた福井。福井好きなんですか？他这个是啥面条？有观众说下吗？我现在这样看还挺有水平的。好像是面子。它这些配置其实还是豪华的，它这个还是会尝一下的。我其实不太喜欢介绍东西，因为我觉得介绍这些东西都是 ChatGPT 1分钟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读这些东西感觉就没啥技术含量，跟味道也没啥关系。松茸柚子啊，那是柚子，白干料，煮面。吃个松茸，前几天不是新荣记吃过，看看跟新荣记。松茸可以，基本上跟刺比我在云南吃的松茸好，好像比新荣记的松茸也好，太新鲜了。这些松茸也可能是云南最好的给日本的。其实从这个鱼肉的品相上来说就挺好的，鱼肉雪白无瑕，不过比欧洲的还是差点。烤的还可以吧，但是感觉没东京那家好。烤的算不错的，腥味就皮有一点，肉是挺细腻鲜的美的。他家体验比较好，每个菜都有中文翻译。尝一下这个面煮的有点水平啊，看样子来说，嫩倒挺嫩的，也没烂，还是比较鲜美的，但没啥其他特别的味道。尝尝汤咋样？汤有点像个鱼汤吧，还可以。这小伙还是有细节的，挺精致的做的，细腻，但是差点核心感觉。
灰大眼鲷鱼。先吃个菜叶子吧。梅青味比较清爽，比较肥，香味比较淡，还可以。搞一点点芥末，尝第二片，还可以。这鱼货还是新鲜的，等级也可以。吃的就像在嚼没有油脂的肥肉，一点腥味都没有，味道还可以吧。这个是啥？牛蒡吗？还是？这还有辣椒。玉貝というもう140キロある魚体のお魚ですね。こちらワカサ焼きにしております。で手前が水、キャラ煮で一味添えて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めちゃくちゃ辛いんで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ベリーチリ、はい、めちゃくちゃ辛いです。はい。チリ。看了，辣，他说这个特别辣，石斑鱼，尝一尝，尝一尝，等会儿尝。这鱼有水平，吃的像鸡肉一样，不像鱼肉，挺鲜美的，而且没腥味，挺好吃的，像吃鸡肉一样。再尝一尝，再辣椒面，说超辣。不过右边有一点油脂，挺肥的。这鱼不错，好吃，第一次吃这个鱼，就不错，这个鱼可以，挺惊艳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是刚烤上来的给我们吃。刚才那道石斑鱼确实惊艳，直接把分数拉高了。ナスビとか。这道菜以章鱼为主。迷你柚子、南瓜、小鱼、寿，这是章鱼的汉字，台湾的朋友说。尝一尝吧，章鱼先尝一尝。章鱼口感可以，糯糯的，平时吃都是脆的，这章鱼牛，没吃过这个口感。会比普通的章鱼更糯。芋头也挺清爽的，还可以吧。南瓜尝一尝，甜甜的，就正常南瓜吧。我家人觉得南瓜特别好吃。秋葵，秋葵不怎么黏，只有一点点黏。他在做鸭子，他这个鸭子后面要跟葱一起煮来吃。他这道菜是先烤后煮的。先说结论，味道可以。鸭子，鸭子，它都大阪特产鸭子。那它另一半是用多干嘛？他现在在煮米饭，为最后一道菜做准备，是从生米开始煮的。就是在这个煮的。我现在在做松茸扇贝鸡蛋羹。说真的，这家怀石料理比上次拍的福冈4.2分的好吃太多了。地震，松茸阴茎里面还有切碎的松茸，就这样。它松茸品质不错，甜的，而且它松茸没什么纤维感，还不错。银杏，看它银杏苦不苦？应该不苦吧？尝一尝。它银杏不错，比那些烧鸟的还好，没苦，糯糯的。但银杏不要单吃，配着鸡蛋更好吃。还有啥？是扇贝，
Skeller 扇贝，扇贝品质也还行，可能蒸的时间有点长了，有一点甜味吧。大根做的还不错，食材都挺新鲜的，而且也用心了。祝福自己来特别分就走。我先提前透露下，他们家的分数我有点不知道怎么给，到底给4颗星还是5颗星？因为每一道菜吃得出来都用心了，而且每一道菜花钱花的都值，点就是感觉还差点核心。不要吐怕死。尝一尝鸭子，先吃鸭吧，没吃出腥味来，但是葱特别香。鸭肉的味道其实没有，主要是靠葱起香。鸭子主要是靠葱来起香，你看我是这样吃。鸭肉口感有一点点柴，但是不难吃。有芥末的味道，还可以。这块鸭子比刚刚嫩一点点，它的水平还可以。下次应该去冰库先吃一下它那个淀粉，它学出来的淀是啥味道？看香菇，它是香菇特别肥，这道菜味道不错。给了杯茶，请漱口吧。这在煮饭。では、炊き上がりすぐ蒸らす前の銀シャリから一口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ます。tasting 米是这种上面特别水多的，直接尝那个米，看咋样？煮米的山泉水味道特别清澈。米心波汁不错。咸菜配米饭最原始的吃法。咸菜很清爽，自己做的。咸菜不算出彩，米还是挺出彩的，一股山泉水的清甜。尝这个烤鱼拌饭，焖饭吧，尝一尝。这个是鲫鱼吗？第一种。有点腥味，但这个腥味是能接受的那种，不是难吃的腥味。肉有点老，但是饭挺好吃的。牛肉饭。牛肉饭它的刚刚这个鱼饭挺好吃的，越吃越香，而且蔬菜很脆爽，米超好吃。看牛肉饭，对，不要蛋黄，不要蛋清。牛肉饭，牛肉饭。牛肉饭整体还可以，甜口为主，牛肉还是香的，但是没啥惊艳的点，算还行吧。这牛饭挺好吃的，但我旁边的说我觉得好吃。它煮饭的水用的比较好，能吃得出来。它那个米配着那个汁，甜点。用手吃吧，还有点面粉上面，里面有个葡萄，一口吃吧。好吃的葡萄多汁。这个大葡一点都不甜，但葡萄甜。这道甜点顶级，价格还行。京都那些坑的都1
对，泡泡的玛特也太火了吧！估计是能赚钱吧。不知道日本肯德基还没吃过，一个鸡腿尝一尝吧。是这儿的。尝一个日本肯德基的鸡腿，没吃过。哇，好嫩啊！就拿着就能感受到下面特别嫩，味道跟中国一模一样，原味鸡。不过有点咸，太咸了，比中国咸。非要比的话，还是中国的肯德基好一点吧。就这鸡腿肉还是腥味有点重。到这家店去坐一站，又来这家店了。这家店上次我就吃过2、3回吧，2回吧好像。反正不能点那个鸭肉面，超咸。它那个鸭倒是虽然是生的，但是腥味好像没有。反正不建议，咸的不得了。就点这个金色贝汁拉面，比较适合中国人口味。限定版，一定要中午来，晚上可能就没了。这家店排队特别狠。哇，人超多。哇，这前面起码有50个吧，至少。没开就那么多人了。过来统计人数了。后面来了超多人了，排了半个小时到这儿了。要来的话，起码要做好排1个小时的准备。终于排到这儿了，就现在几点？排了40分钟，现在。哦，他们9月份好几天都要休息了。到饭点人真多，还有不断来的。终于排到了，现在人已经到那边了，直接到那边，排了1个小时20分钟到门口。买了这4样，他说这个是特色。我让他阿基乌斯面了，就少放盐，淡口。来一个，坐下来。这动作太咸。他说这个鸭肉好吃，我吃过不好吃，原来是跟上次一样，味增味的，他的就没有，会好很多。现在吃一下这个金色贝汁拉面，有一块这个扇贝，先拌一下吧。你看它这个肉有不太一样，这个是比较薄的，这个是烤过的，是鸭肉。要不先吃块鸭肉，我记得没腥味，它那个鸭肉，但是会有点咸，是不熟的。它这个鸭肉是没腥味，是熟成过的，还可以吧。极致没腥味道，它鸭肉不像其他的，先拌一下。咋样？咸不咸？先尝一尝咸不咸？这个倒是一点都不咸，但是它有一个底味比较重。尝一尝这个薄的叉烧，它这叉烧就跟别家的不太一样。猪肉还有那种肥肉的油脂香味，这个叉烧不错，比昨天那好多了。香味是很明显的，吃个面。等会儿，你觉得就这家好吃还是昨天的好吃？这个熏烤过的这个肉很香，这个味道重一点，好吃一点。对，吃块烤过的肉。在上海这是基本操作，但挺难吃的都。这肉要稍微厚一点。这肉虽然肥，但是入口即化，特别香。这个也挺好吃。它不是普通的炙烤，它在之前也做了特殊处理，为了炙烤的特殊处理。看看这个扇贝做咋样了？很多扇贝中间不熟，但是可能会有腥味，看看它的咋样。扇贝没腥味，还可以，不算特别鲜的，过几个线吧。怎么有点蛤蜊的味道？这个扇贝，你吃扇贝了？你觉得咋样？
点偏酸。然后一点点。中间了。吃惯这叉烧。它这个面其实有点油是吧？汤比较猪油比较多吧可能。它这个面硬不硬？比昨天的硬一点。就但也不能算硬面，比昨天的稍微硬一点，好一点。这家还是可以的，吃个鸡蛋菜。那紫菜我喜欢包着面包着肉吃，像这样。放上去，它是笋切的比较方正，笋比较鲜，里面很多汁。微有点咸是吧？微咸，但它的不是那种臭酸笋，也算那种类别吧。看看它鸡蛋咋样，是个鸡蛋，看是鸡蛋，中间应该是软的吧。半溏心蛋吧，火候一般，不知道是不是泡酒喝的缘故。反正你们吃这家店，我建议你们直接点盐，点盐现在盐是比较刚好，应该说一定要点盐，这样就不行。它那个鸭肉的等级，我觉得可能不是很高，但是经过它重口味处理，真的没啥腥味。它这个汤底吃到下面就柚子味特别明显。吃完了，他家味道算比较有味道的。喝点汤，汤咸不咸啊？还没说。整体吃的咸不咸？稍咸一点。有一点咸。我吃的倒是还好，汤还不错，柚子味太重了，还可以。我现在吃叉烧饭了，准备，等会再喝汤。叉烧饭是碎的这种薄的叉烧。它的猪肉就是油脂感比较丰富，但也不腻。它这个汤属于油香味比较重，层次感比较丰富，跟昨天吃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汤还是好喝的，算有点技术含量的。汤喝完了，汤不多，他家汤味道很浓郁，记得一定要减盐了。下来干饭。叉烧饭就是用的薄的油脂感比较强的叉烧，吃着会比较香。就这个饭还是挺好吃的，缺点就是饭有点温热。吃完了，它这猪肉特别香，不像其他那些猪肉。终于吃完了，味道不错。这厕所是我在日本上过最大的，还挺干净的。哇，在这里独的一家店，感觉可以这种位置，完全没有人流量，老店了啊。这有菜单，到时候 ChatGPT 翻译一下。不预约吃不了，已经满了。这里有个英文菜单，凉面的，烧鸟是一串一串的卖的，好像还不错。搜索刚才这梅子酒，梅子酒是不是？是梅子。没有可能，还可以。他这边他家环境超好的，前菜，尝尝这小鱼前菜，有点腥，香味还是有的，马虎糊吧？是不是又是秋刀鱼？啊，这个是啥？萝卜、黄瓜，秋葵还是黄瓜？秋葵，黏黏的。这个是啥？小鱼上面有英文。这是辣椒是吧？辣椒下面是不是鸡？好吃，鸡肉蛮好吃。这是鸡肉吗？这个炒的鸡丁还可以，挺脆的。像国内的那个辣椒炒肉。对，有点像辣椒炒肉。我觉得他还不如出个这个菜盖饭，超新鲜。
它这个是上下分2层的，第一次见过这样的口，挺创新的。这是啥？这家还挺有特点。哇，直接拿手拿。他们家这个，我靠，这是烤啥那么屌？他们家虽然老旧，但是太干净。哇，这太厉害了吧！哇，这它上下看的高度是不一样的，你们有点技术还。国内烧烤啥就有这样的感觉，就好吃了。哇，他这真是拿手的啊，不烫啊。对吧？他说这个是鸡肝，看着有点像，不是鸡肝，鸡肝尝一尝，嫩是挺嫩的。哦，这些鸡肝都会暗暗有一股腥味，不是很明显。腥味好像没有，差一点点吧。啊，那肯定没东京那个烤鸡肝好。可以算没腥味，没腥味，但是锅气差一点，就是温度不够高。啊，是最后一个还可以，有点像那个冰淇淋一样，还不错。蒸，这就蒸鸡胗，他说是滋里，我以为叫 Giza， 有一点点老旧的味道，脆是脆。我表皮有一点点鸡肝的酥味，但是汁水挺多，吃不了。啊，是烫，腥不腥？汁水多脆，水平一般。鸡胗反正一般吧，水平有一点点血味。鸡胗就不吃了，我觉得它弄不好，就是不能点那些高难度的，点鸡肉料理应该不错。刚刚那个小前菜做的还可以。鸡脖肉，鸡脖肉不错，嫩嫩的，外面脆脆的，还可以。他家只能吃点这种低难度菜，这烤的还是挺好吃的。其实它不是火候不行，它主要是处理的时候的功力还是，或者鸡的品种。鸡屁股我不吃，鸡屁股我尝一尝，他不吃，他怕油。不错，外面脆脆的，也不油，你可以吃一口，就好鸡皮的味道。它这个鸡肉丸，酱汁有点太多了，这个低脂了，外壳有点咸，肉还比较多，里面不咸，还可以吧，马马虎虎。你觉得咋样？感觉有点柴，就是没有 Q 弹的感觉。跟东京的比差的远还是？感觉好像里面不是纯鸡肉。上来一个米饭，哇，那么大一个米饭，大丈夫です。就普通的一个饭，是专门点碗米饭没菜吃呀？对呀。哦，这个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南瓜红薯。这个米饭好烫啊，小碗都已经烫了，不错啊，吃个米饭还挺香。米饭配这个什么？是辣的，是不是？你说是辣的？超辣，魔鬼辣！哇，这是干辣的，米还挺好吃，像五常大米，等会配着鸡肉吃嘛。我觉得这家店属于不用专门直接跑，但是情绪价值给的还可以吧。这也不知道是啥，跟着别人点。用这个配米饭，这可能鸡腿肉吧。好像评论区的兄弟说过这道菜是啥，反正你们知道的直接介绍吧。这东西不知道是啥，挺香的。
还可以。猪肉吗？这是啥肉啊？他家这个是酱烤的鸡腿，我第一次吃酱那么多的，在日本第一次吃，国内这种挺多的，反正配米饭吃还好吧应该。外面虽然有酱汁，但是这个是啥？我知道它这个为什么有点温了，烤的东西，它虽然不容易糊，但是就是离菜离得特别远。我烤这个又拿这个东西焖着。南瓜，就普通的南瓜，微甜吧，马马虎虎，氛围比较好吧，而且不是热门店，不太着急。再烤鸡肉，再烤鸡翅吧。鸡翅膀很大。它这设计的不是很科学，有点烫。它这鸡翅没骨头，有点淡，肥肥的，味道比较一般，是吧？你觉得鸡翅味道咋样？一般吗？对，我在想是不是冻的比较吃。我在想是不是之前我吃那些烧鸟太久了，这种就太一般了。但你要说难吃，倒也扯不上。哎，这是不是那烤猪肉串？点了一串，不知道是啥。猪肉串有点咸，纯瘦肉，你可以尝一点。这啥？少吃点，少吃点。辣吗？咸。咸少多了。烤红薯。紫的吗？还是黄的？对，就偏不是红的是吧？对。我好像是红的，看咋样？看着还可以，但看着是不是没熟？这红薯太面了，不够甜，一般。这红薯太面了，而且有点噎人，还不甜，就很一般。鸡腿肉，这个有点半生不熟的，好不好吃？还可以，那家口味鸡也有这个菜，还可以，挺香的。就是有点冷掉了，还是它就这样的？不是，我感觉它生的鸡好像比熟的还好吃一点，还没腥味。说实话，他家这生鸡肉味道还好吃。刚刚那些熟的，我感觉它都不太行。我虽然不难吃，但是太一般了，跟上海那些预制菜差不多。这生鸡肉味道，这些全是生的，反而生的更好吃，还鲜甜，而且带点油脂的香味，还脆。因为熟的鸡它做的，我觉得水平不是太高。你评价一下这道生鸡肉？饭的味道都还不错，然后我刚刚吃到边周围就是稍微熟一点的肉，然后鸡的口感也还可以，但是呢中间就是有点没熟，所以我可能不太能吃，因为我不太能吃生肉。有没有腥骚味、血腥味？没有，你看它这个肉它都没有血吗？没血是吧？他们家还有那种全生的肉，我估计应该味道可以，只是我不想吃了，我怕拉肚子。这个半生不熟的肉味道还不错，就这个算今天最好吃的一道菜了吧？感觉这个鸡应该是能吃出他们店里的这种鸡的特色。熟的话就是烤的口感，因为味道的话什么的都一般，所以这个能体现到。就这个就能体现到它可能是什么高等级的鸡了，是吧？这就没有怪味。这鸡皮还是啥东西？尝一尝。这个不知道是啥，说是鸡皮脆脆的，好像也不是，有点咸咸的，像在吃牛肠。一般吧，香还挺香的。
这厕所是我在日本上过最大的，还挺干净的。来拍一下，哇好像这个是啥东西？送了个，是粽子包的打开粽叶，尝一尝嘛，反正也没哇，怎么吃好香！饱。粽叶很香。送了个冰糕还是啥？尝一尝。这送的大福挺好吃。嗯，特别脆爽，香的很，挺好的。你说这是啥？这是雪媚娘，外面是雪媚娘科技很活吧？这外不是吧？面是软软的，然后里面是冰激凌，奶油冰激凌。没啥冰淇淋啊，味道挺好的。就这家店，我觉得就是属于它还挺用心的，环境挺干净的，厕所也干净，啥都干净，东西处理的一般，味道一般，专门跑没必要。我的一般不是难吃啊，它那些东西里面好像没啥难吃的，就感觉没必要吃，价格也还好，人均300块不到吧，200多块钱。总共500多块钱，600不到，也不坑，反正挺用心的店吧，就是没啥特点，而且那些鸡肉串有些有一点点俗味，觉得呢？就是鸡肉，就反正是中等偏上吧，应该怎么讲？就是中等偏上，中等偏上偏上，原因是它这个吃的也没有做的特别的难吃，那种恶心吧什么的，没有这种情况。但味道呢，可能就是感觉有点差强人意吧。然后比较用心吧，也是。真的，他厕所真的干净，我都不想去了。说真的，我一般自己不来景点的，来游客区逛一逛。太奇怪了，这人有啥好看的没告诉我。大阪王酱，那个螃蟹在哪？找不到呀。这还有人开船呢。这个应该是游客店吧？我不知道好不好吃，我就不进去看了嘛。大阪王酱到底啥味道？没吃过。这牛角是连锁店吗？日本最难吃的烧肉吧？金龙拉面。这个店要我看吗？金龙拉面，最大的唐吉诃德，但好像没有动物园的大。现在去吃食堂，上次去过2回的一富士食堂，味道还可以，不惊艳。主要星期一很多店都关门，只能吃这家。反正那个鸡肉亲子饭还是很顶的。大阪还会堵车啊，东京都不会堵车，东京车比较少。现在又开始排队了，推着轮椅的都来排队吃啊，味道确实不错。还好今天不用排太久。这里还有一个本日人超多，氛围很好。那个不是有炸，冰茶，不是有炸。现在推出中文操的菜单了，是不是中国人来的多？你们可以看，太饭了。感觉这个夏天人没冬天多，其实现在来都不用排队。他们家又属于那种极致干净的苍蝇馆子。哎，就这个经常我看日剧的人来过，这个人特别搞笑的。你们看过《Liar Game》吗？就这人演的。这家店你别看是老食堂，极致干净的，全是上班族在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金子饭、親子丼。親子丼、亲子饼，那个读景啊，打洞打不出来的输入法。不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牛肉汤，你要不要照一张？我要。那个超豪华版啊，都帮你们尝一尝。
我先吃。它这个亲子井的鸡蛋和米饭汤汁算比较完美的，鸡肉水平一般般，就不像我在京都吃那家人气烧鸟店的亲子饭，完全是乱做的。豆蛋糕，这亲子井是甜的，挺好吃的，而且不是特别甜，味道超好，鸡肉也香，洋葱甜甜的，这亲子井味道特别好。烧了一碗这个牛肉汤，尝一尝。我让他阿基五斯麦了，酱盐，味道不错，牛香味特别重，是个鸡排。我的牛肉汤也是阿基五苏麦减盐了，就刚好。看鸡排干不干？它的这个厚蛋烧也是大阪名物，还有牛肉汤，基本 YouTube 有几个视频都近100万的播放量，很有这名。也不是很贵，400吧，豆蛋烧，好吃，吃着像蒸鸡蛋是吧？不错。双豆，哇，超嫩，拿不起来。吃过你的这个鱼吧，这个是菜吧还是？辣椒。哦，尝个辣椒。天妇罗一般，皮不脆，它辣椒挺新鲜的，不错。这个它的虾，这种面粉厚的天妇罗味道总体一般。虾不错，不过它这种糯糯的油像吃油条一样，也还可以。虾有可能是冻虾，在冻虾里算味道还行的。这种平民天妇罗味道也还可以，虽然它这个面就是比较软，但是吃着还可以，而且不油腻，也没有那种油不好的味道。这个汤完全不行，因为我跟他说阿基五斯麦了，这个可能甜味增汤，味增汤有点咸，但算好喝的，比普通的细腻一点。这家店也属于吃的比较爽，干净卫生，味道不错的店。这个是啥？蟹肉棒吗？炸鸡和天妇罗整体很一般，不太建议专门的。蟹肉棒吧，喝起来很糊吧，是吧？鱼丸好像不是蟹肉棒。你觉得我这个亲子饭跟你这个有啥区别？我的更香一点，我的稍微寡淡淡一点，你尝一下。那就是普通的饭是吧？对，你尝一下。炸鸡马马虎虎吧，比较瘦。没吃过正宗的亲子饭，可以来吃一下这个，味道不错。是甜的为主，洋葱的甜是吧？它没放糖。哦，我们现在吃完再评论了，先吃一会儿，不然冷掉了，不能边弄边吃。尝口这个意大利面，现在基本所有都吃完了。我记得它意大利面挺好吃的，应该。意大利面就是假西餐，日本西餐的味道。奶油有点多，反正一般吧。吃点菜，不然肉吃太多了，基本都吃完了。全部吃完了，味道还可以，不惊艳。但如果吃不惯日本菜的人，可能不是很爱吃吧？你说是不是？你觉得咋样？味道？我觉得我的这个天妇罗就是一般，然后因为什么？因为就是配菜啊，天妇罗虾。我觉得我天妇罗一般，就是因为这个配菜，天妇罗这个虾呀、炸虾呀、这个炸青椒都挺一般，没有什么特点。然后这个饭呢，浇的汁儿也平平淡淡一般，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什么饭那个很好吃，就是一口那个米饭再浇着汤汁，味道很丰富。亲子饭可以，牛肉汤可以。牛肉汤我这次让他阿基五苏麦就不咸了，上次吃好像有点咸。味增太咸了，味增怎么那么咸呀？味增汤是吧？我觉得就正常的日本味增汤就那么咸。然后我就觉得很油，然后我感觉就是日本香肠吃的比较简单吧，就是会吃一个蛋，然后配一个米饭，就这样一直吃。对你吃炸物吃不了对吧？太油了对你来说。炸物太油了，所以你这种连猪排饭都吃不了。我带他吃大阪第一的猪排饭，吃了好多，他又觉得特别好。这么好还排队？上海名物弄堂生煎馒头，有名的店了。
是这家拉面排第4的，就这家排第4的，看看好不好吃。我今天来大阪第4的拉面，我本来不想来这个店的，就主要在环球影城玩太晚了，只有这个开着门。如果你们去玩的太晚的话，或者飞机太晚的话，也可以来试试，帮你们探一下这家到底怎么样。我研究了下这个店的评论，应该属于超级咸的那种。你们吃一定要아찌无素面，超级咸估计。哇，这9点钟，现在9点钟还排队。现在准备撑凳子。哇，环球影城玩了一天，超累，这还要排队。9点多吧，现在。看有个评论说，直接像盐罐子打进去的一样，估计超咸，一定要减盐。然后就是不能吃酱油的。这个店是连锁店啊，我不抱有任何希望。主要是这个店，这个点没什么高分店开着门了。还有个这样蜜桃店，是啥店？哇，后面突然那么多人。这个店超大的，它不在外面，它吧台在里面，里面还有很多座位。这边不是吧台，里面才是，太大了这边。拍了40分钟，终于拍到坐着的位置了。他家面确实好。它这里有3种面，从左到右是从咸到淡。叉烧有3种，我点的最厚的。其实基础版配的叉烧就比别的要厚。它这个肉太像红烧肉了。老板这个甩水的水平还是可以的。坐进来，它这个店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粗糙。饺子是现做的，但是我感觉饺子用的就是国内那种冰冻速成饺。我感觉它有点玩饥饿营销，因为明明其实空了很多座位，都不放人进来。如果放人进来的话，可以有更多人坐着吃。我最近2个月日本拉面吃太多了，我都不想吃日本拉面了，因为好吃的味道，我其实想多吃2次，不想探新的店。忘记让它别加蛋黄酱了，太腻了。这种工业蛋黄酱特别腻。加点芝士，尝一口看咋样？有点像台湾的卤肉饭，但是就是那个大叉烧切小的。卤肉饭味道还一般吧，反正随便吃一吃。现在好像终于做到我的面了。你觉得咋样？芝士放多了。对，芝士放多一点。它这个叉烧都有点像国内2郎拉面的叉烧了，有点像大把子肉了。当然，如果做的不好吃也不行。这个那么大，太牛了。好的，饺子，吃一个饺子。这皮看就像王饺子做出来一样，冰冻饺子的预制菜半成品。香味比较重，就吃的王饺子吧。价值是800的，低配。这面是粗面，叉烧巨大，还有那么大。它这肉有2郎拉面的大了。它这个肉超级大，可能就是以大为卖点吧，比较实惠，但一看都是拉丝的。这肉有点像罐头肉，有股腥骚味，酱油放那么多都没压下去，不是太甜。好，吃口面看看面有没有什么特色。面还不错，挺劲道，但是这个汤好像有点怪味，我再尝尝。你吃的也有怪味。面的口感不错，但是感觉有点臭臭的。啊，不是，是那个猪肉有点臭臭的。那猪肉吃不成，白加了。再吃块面。这汤底挂着面有点甜味，不知道是放的糖还是本身的鲜甜。再尝。他这店应该就是靠这个面条牛逼吧？鸡蛋做的比较差。溏心蛋不是很鲜美。
面还行，这肉不太行。这个笋尝一尝。对，你要说它难吃，它好像也不难吃，一般般吧，也不臭酸。面多吃几口还不错，因为口感是比较不错。对，它面还不错，就是这个猪肉太臭了。看我这块肉有多大，但是吃不了，白加了，吃点带肥的吃一吃。我是特意交代了哦，减盐不咸版，一点都不咸。这面还是挺好吃的，就是甜的，就是肉不是很好吃。吃块葱吧。这面我能吃完，但是那个肉我不想吃。它的面口感很劲道，然后嚼着还有弹性，也不硬也不软，还带点甜味，好像汤还可以。等会儿再尝尝汤。主要是那个猪肉有股骚味，而且太柴了，不好吃。你说你的肉还行，我的这肉太柴了，给我吃一点糖。差不太多，太老了，拉稀了。现在好像没吃出骚味，我全部放这儿了，太多了，不想吃了。它这个面上面都有一些小黑点，可能是秘方弄的什么荞麦面。我先把这些吃完，那肉看看再说吧。面其实挺好吃的，发现就是减盐就不咸了，没有盐味是吧？就不咸，有点盐味。不是很咸，完全不咸吧？它的大葱香，我尝尝汤，我发现好像它汤咸，为啥面不咸？是那个面挂不上盐好像。它这汤有点咸，喝不了。但是它的面挂不上汤就不是很咸。我来吃吃这碗饭，尝尝看这碗饭，吃完再评论好。饭吃完了，那肉剁碎了勉强能吃。再尝个饺子，冷掉的汤。这个就是韩国那个王饺子，味道80%上。好，今天吃完了，就这样。你觉得这面咋样？就是面的口感特别好，然后再跟这个汤汁，因为减了盐，所以也不会觉得越吃越咸，就吃起来的咸淡刚好。然后肉我吃着还行，但其实这个面在刚吃的时候会有一点臭臭的感觉，可能是这个肉造成，但吃到后面其实就还好了。然后汤挺咸的，但是面的口感确实挺好的，就是不软，然后中间又有那种硬的芯子那种，就是外面软软的，里面又有筋骨，有点偏这种感觉吧。还是排那么多出来，这家有点夸张。你觉得这个面还有啥问题？感觉就是老板做面有点粗糙，就是可能因为做的比较晚，他可能也比较累了吧。然后大阪牛门妹应该吃下尼狗的咖喱。大阪的这个牛门妹的可以退税，买了一点。既然去逛的坑货地方，大家最好别去啊！我是没去。扭个蛋。有哪个？随便扭一个。吃个啥？唱片机。今天来吃大阪第5的咖喱饭，为啥没选1、2、3、4？因为那些都是些印度咖喱，而且有个是开商场里的网红店，不想去，就去这家。这家店是传奇老店，在东京也有个分店，分也挺高的，就尝这个吧。哎，这店在这老商店街里面，确实有点意思。像这种又不是市中心的店，应该不错。这里还有菜市场，挺有意思的，真正的生活区。哦，还有松茸半价，但是品相我感觉一般，有点小小的。对，品相一般般，价格便宜啊，全是我们中国产的啊。哎，怎么没看到人排队？不会卖完了吧？哦，不用排队，太好了。先翻一下，这家店不错，超级香里面。哦，有英文菜单。这个意思还挺有意思的，先选咖喱，有2种或者3种，然后加饭、加咖喱、加蛋要钱，还可以吧。环境超有感觉的。我想喝姜汁蟹。超不错，还不用排队。特别有氛围。还有2种，怪不得不用排队。
相当不错，这家店氛围，而且店里面超香，也挺干净，就是比较旧，不错不错。一样的我们大份的。哎，其实应该给你先吃。一次性筷子比那天吃拉面的好，尝一尝。这是什么肉？哇，这挺豪华的这咖喱，比那个元素的要豪华，可能要贵一点吧。尝一尝，这是什么肉？鸡肉吧，看着。比较像大盘鸡的鸡，这好像是汤咖喱，不是完全那种咖喱。鸡肉味道比较淡，像黄焖鸡的鸡，还行，没那家的鸡好吃。黄焖鸡米饭，喜欢吃黄焖鸡的可以来。不错，这咖喱，但是咖喱不够浓郁。这是汤咖喱吧？应该还行，反正。吃的就是黄焖鸡米饭，尝尝这边，是肉末吗？哇，这是海鲜味的肉末，有股虾味还是啥味？好像是用虾酱炒的肉。这里有个啥土豆，土豆有点冷。土豆比较硬，很奇怪的。看看这边是啥？我们俩都吃大份。beef，哎，哦，这里是鸡肉末、牛肉末，还有个鸡块，然后牛肉的，牛肉也挺香的。有点辣，微微有点辣，还可以加辣，我没加。先把蛋打开。其实你鸡蛋配着下面咖喱吃就会没那么溏心蛋了。鸡蛋特别嫩，感觉就一成熟。看小菜吧，意大利面。挺豪华的，意大利面挺糯的，带点酸味，还带点千岛酱的味道。这是酸奶吧？这不是奶。这是酸奶好喝。你尝一下这个，这果汁好喝吗？印度香辣。香辣的。不是，真的是好像不是。你喝不惯啊？没喝到辣的。这甜的酸奶挺好喝的呀。但是不是香辣的，这个应该不是香辣的。不用点香辣的，就这样最好。还不错的啊，忘记尝这个。这是啥？尝一尝。豆腐，里面带汁的，不错。它这每样小菜都用了点心了，这家店好吃。这家店的咖喱从质地来看就不是咖喱块煮的，但是也是提前煮好一大锅的，应该。挺大一份的，不错不错。应该要加辣可能更好吃。这还有蘑菇是吗？啥蘑菇？蘑菇脆脆的，带汁，还可以。它这个是3种咖喱，3个位置不一样。上面有个鸡肉干，但鸡肉好像就一块，黄焖鸡。鸡下面有虾，有小块的虾，怪不得是有虾味。它这个是有点辣的，吃过吗？咸倒是不咸，鸡的稍微有一点点咸，下着饭是不行。这萝卜是有点苦吗？放了点苦的酱料。哇，是苦的，它放了苦的酱料。还有个板栗，板栗没啥味道。对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咖喱，首先跟那种 Coco 就不一样，这种质地就是观众总结的说，是带这种辛香料的，然后不粘稠的。这种咖喱就其实吃的不像那种日本快餐的咖喱，就是你们咖喱块煮出来的，像这样咖喱其实味道就比较好吃，越吃没那家浓郁，但是也还不错。这咖喱还是有点辣的。这个洋葱是甜的，它是用糖水腌制过的，还不错，比较解腻。里面还有章鱼腿。
里面配置挺豪华的，这个咖喱很丰富。老板做这一份要用很多种料，要炒很多种浇头，是吧？这真的是个甜点。你觉得这甜点咋样？我觉得就是最原始的酸奶，尝一尝。就是最原始的酸奶。好像没有糖是吧？但也不难吃，还可以。就最原始的酸奶。他剩的这个我帮他吃了很多，你评价一下。评价一下，我觉得，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吃这家，原因是因为它这个香料特别多，我不知道是因为香料太多，所以感觉每次吃进嘴巴里的那个口感就是感觉炸质比较多。像之前那家感觉是稀汤，就是完全是汤汁比较多，然后被搅碎了。然后这个也有可能跟这个米的关系，然后满嘴都是渣。我吃起来是这种感受。渣多的话，可能是它新香料没过滤，也说明它用的不是那种咖喱块预制调料。他吃不惯也正常，因为他不太吃这种肉末做的东西。反正个人饮食习惯问题。我为什么放我对象说的这些话？因为我就想真实一点。他个人饮食习惯比较重，就算是他爱吃的菜系，科技很火，他也会经常点外卖。个人口味比较重，自己喜欢吃的品类呢，就会比较喜欢吃；自己不喜欢的品类，像肉末有颗粒感就特别讨厌，能理解啊。真实评论。对，真实啊。反正我自己做美食，我就尽量做到没有个人口味，只要你做的好吃，每个品类都能理解。他倒是不太喜欢吃咖喱，但东京那家咖喱他觉得不错，就对吧？是的。你喜欢吃东京那家？对。他是平时完全不吃咖喱的人，完全讨厌。来吃上次这家味道也可以，就不知道不预约能不能吃。现在到这个烤肉店了，看看给不给吃吧。我感觉应该行。好像有位子，可以了。这家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吃，今年吃过最便宜的一家了吧。还有中文菜单，挺好的。他这个中文菜单应该翻译不太对，上次忘记说了，这个应该是生的牛百叶，上家店也是。小菜。这肉漂亮，这块肉漂亮，纯粉色。哪里干不呢？哇，是超冰，杯子都是冰的，有点意思。这太漂亮。纯粉。我是扔掉。老板对部位的理解还是深，部位不对的都拿掉。漂亮。干嘛？它是直接这样跳。要呀。ごめんなさい。サロンと貝並です。就看着有点肥，赤身肉组合。这个稍微厚一点，那个薄一点。这薄的能达到 A5 了吧？肯定。他家有个好处，现在都不用排队，可能分数降了，味道挺好的呀，这家店，而且又便宜。上锅吧。这家店本来也是大阪前10，连续几年都是塔贝洛克前100的店。尝一尝啊！他这家店应该是肉质比较好，但是吃完会有点腻，一点点。超嫩，可能他家不玩营销吧，玩营销的店容易，而且不预约。
香的。这个泡菜尝一尝，泡菜蛮好吃的，辣辣的，放黄瓜。牛百叶，搞点麻酱，不然没盐味。老北京吃法啊。其实这个店的酱和牛百叶和上个店比确实有差距。哇，超重口味，不是麻酱，超酸超辣。哎，不是辣就是酸。牛百叶还是挺嫩的，不错。还是这两个。我个人推荐都点酱汁的，因为我在日本和牛吃多了，盐的话有时候不入味。他家有个问题就是能点的东西太少。你觉得味道咋样？这家店嫩不嫩？我觉得他家最明显的点就是特别嫩，但是可能会吃多了有一点点油。但吃完这餐饭以后，感觉不是特别油。这个应该是红恶魔吧，腥味倒是没有吧，香味是有。其实我吃的这些店基本都是没腥味，只有香味。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腻不腻，腻不腻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日本吃过腥味最重的就是牛角了。老点这个酱，它这个酱汁没盐味的，超好。入口即化，好像有一点点血味。他家这个肉就是超级嫩，就不是一般的嫩，好像比前2天吃那些还嫩，这是烤到全熟的状态了。这个你觉得咋样？牛百叶，没大家好。它味道也不错呀，啊，它没怎么拌。都差不多。火超大。这家店还不错，不用预约。再尝一尝这个，可能这边靠近神户多近一点吧。反正我觉得大阪这里的肉也挺好的。我也吃这块厚的很硌目，超嫩，多汁。来，进来了。这家店我还是推荐的，性价比高。如果预约不到的话，晚一点来他们家吃就可以了。或者你刚开门的时候来吃，我觉得估计也可以。他家的大概问题我知道，肉比较少，然后没什么种类，又不爱预约，所以炒不出来。但味道是错的。当然这家就是价格便宜实惠，你要达到那些不腻的水平，那达不到。但是我现在吃着我也不腻啊，习惯了。尝尝汤咋样？15块钱，收费的就是不一样了，完全没盐味。里面还有点海带，香的很，辣的。他们家就是有个问题，就是我把菜单上的菜点完了，就那么点东西，但是味道真的是可以。加了个牛舌，把这个加了牛舌，1000日元，50块钱，太便宜了。这个牛舌品相一般，但你价格那么便宜。这家店有个好处就是它开到凌晨3点，好像。要是晚上热门餐厅没得吃了，就来他们家吃就可以。反正找个参照物，像这个店的水平，国内是做不出来。反正你吃的这个就至少比上海的铁屋不知道强个几百倍吧。尝尝牛舌，薄得很，看好不好吃。虽然肉的纹理没那么整齐，但是味道还是可以。嫩嫩的，香香的，没腥味。这家的分牛小排，他家就是太便宜了，再加一盘50块钱，50-60块钱吧。国内50-60块钱，5丸烧肉都吃不了。
这个店不比东京郊区那个传奇店好吃多了，还便宜，就都属于这种苍蝇馆之类的。我记得去年我一个人来才吃了200块钱，100多块钱，200不到一点。这个牛百叶是生的啊，还可以吧，没腥味。我吃重庆那个我都觉得有股怪味，烫熟了以后辣椒那么多。这骨边肉有点瘦，但油脂也丰富，吃着完全不腻。吃完了，买单吧。感觉一点都不腻啊，奇怪了。中午的猪排还有点腻，性价比高。哎，你评价一下今天的肉。比较嫩，比较 Q 弹吃起来，然后吃的时候觉得就是咬下去会有油，然后但是吃完也没有很油。你现在腻不腻？不腻啊。他家就属于那种吃着油，但是完全不腻的类型。你们可以来吃那么多才那么点钱，性价比超高，食材顶的。就是今天去一家拉面店，第一名的我们吃过拍过，就这家也拍过。就这家连锁店不去了，就这家也拍过，就这家我家里面人吃不了那么浓的，就今天去这家排第7的，虽然排第7，但其实这分数都差不太多，你们看都7.6，都3.76，马上登记了。本来我都不拍的，尝尝日本的预制菜。你们别打我，我是实话实说。这个鸡骚味太重了，嫩到是的，就鸡骚味太重。我坐的是日本航空。说实话，这种预制菜还是比不过国内，但是这个番茄汁还不错，挺自然，科技比较少。这个预制菜太难吃了，你吃的觉得骚不骚？我反正就不吃了这些东西，有点浪费。那个猪的火腿有猪骚味，哎，真的是一言难尽。终于到了，现在先去酒店，然后再去吃面。日本坑人的店都知道，中文要写便宜，中国人才会去，别的文字都写欢迎。这里我都没去过，我从来不去这种游客地方，只不过这次要去一下陪家里。马上到了，你说东京的拉面咸不咸？挺咸的。一般中国人吃不惯，所以直接进去就是味无素面，让它减盐淡一点。人都没有这些店，还好排队。这家店不是很多。大阪第7，4个人。哎呀，他这1、2、3、4名只差0.1分，都差不多。好，就排4个人，比较晚了，现在是8点了吧？这4个人也好难排呀，这起码站了10分钟，怎么里面那么慢啊？日本特色，只有面了，没饭了。我这个翻译是之前的价格涨价了。直接点盐，我怕点酱油太甜。我不点酱油的还有个原因是它好多酱油的有一股臭抹布的味道，就不一定，不是每家。我为了稳一点还是选盐的。营业时间看一下，直接跑通了。对的，倒了杯水，冰水。小火酱油。这个甩水超级用力。碗没煮过，看着还行吧，一般般。这筷子是国内吃快餐的，分量挺少的，看一看吧，好不好吃？等会儿再喝汤吧，先尝一尝，好不好吃？你知道好吃吗？啊，没味。没别的味。好像这个不用叫减盐，因为太淡了。就这家可能不是很咸，还是必须叫减盐，吃到后面海盐的味道就出来了。他说日本就上海仙霞路那些面馆那种味道，面比较淡吧，
真是一点盐都没有了。吃了一下，好像还是有盐味的，但是不咸。尝一尝，这味道不丰富是吧？就味道不太丰富是吧？盐味是有一点，咸倒不咸吧，应该。鸡汤吧，普通的鸡汤就是。吃个笋。笋看着像普通的腌笋。笋花了点功夫吧，是酸笋，带点笋的臭味，但吃着挺新鲜的，而且很脆爽。笋还是可以的，你吃笋了没？它虽然是那种，它有点像上海那些快餐店、拉面快餐的那种腌笋，但其实又不是，比较脆爽，吃着又挺新鲜，估计自己做的吧，搞个葱尝一尝。日本的葱倒是挺香的。哦，忘记说了，它这个面属于软面吧，反正不硬也不软吧，偏软，反正不够硬。面还不错吧，纯天然的，没啥怪味。这家面没啥怪味是吧？没怪味。刚开始吃没盐味，越吃越出盐味，现在盐味正好。叉烧水平不咋地，马马虎虎那种。仙侠路的水平，有点没搞懂我这个为啥是豪华版，我跟他的呢？你觉得味道咋样？还可以，就一般，还是可以，正常，反正比一般的日本拉面要正常是吧？味道，反正这鸡汤层次感不丰富，比较普通吧，跟你家里熬出来的差不太多。不像什么走地鸡熬出来的。那你觉得这个好吃还是那天兰州拉面好吃？味道不一样，这个面还不错。那个面太软了是吧？这面有个好处就是它刚吃是啥样，现在也是啥样，它不会变，它不会越泡越软。其实吃到后面就觉得盐味刚好，我们中国人就这种淡口吧。再喝点汤，它这是海盐，其实越喝还是有点盐味的。只是不算咸，喝完了啊，就这个不难喝。吃完了，总结一下，面感觉一般，但也不差，也不软烂，也不特别硬，属于正常人能吃的面。汤比较一般，汤底不够丰富，但是不咸，也没怪味，及格吧，也还是挺耐喝的，至少能喝完不浪费。肉的话就仙侠路那种水平，没啥特点，就在国内的拉面一样的味道。你说一下你觉得好不好吃？就是刚吃第一口的时候感觉味道比较寡淡，然后没有什么那么丰富的口感，然后再往下吃呢，因为可能要的少盐，所以不会吃的那么咸，但是面的口感还可以，就是味道吃起来就是那种正常。没有不是那种特别难吃的味道，所以也能吃得完，然后也能汤也能喝完，反正大概就是这样，不是那种吃起来就直接就觉得难吃，然后就吃不下去那种。就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是说真话的博主啊，就或者真正来日本体验过的，大部分人都知道，如果你不是对日本带有滤镜，或者是那种漫画爱好者的话，一般来说拉面都是挺难吃的，能做到这个算水平不错了。我们是实事求是讲啊。虽然我会讲日语，对日本也比较有好感，但我绝对不会说假话，我不会吹它有多好吃。不知道为啥吃伊兰的人怎么那么多啊？我是吃不懂。这桃子到现在就完全不行了，一点都不甜。